觉得我在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作品，在接受我经验里没有的世界。大家好，我是2026年的古詹妮。我是一名编舞，也是一名舞者，同时我也组建了10口舞团的创作组。这件作品，其实我是从2018年开始创作，整个创作的周期有3年的时间。这个作品也是去探索个体的在不同阶段的一个转变吧，它会遇到不同的境况而带来的转变。作品也是由4名舞者来完成，所以这4名舞者在这1小时的作品当中，他可能可以体验到千千万万个角色的感觉。他可能这个时候又是动物，那个时候又是人在面临选择，然后在另外一个时候，他可能又和另外的人在某一个阶段进行交集。更多的是可能我感受到了人的行走，我感受到了天气的变化，我感受到了物被流通，甚至传送带上的箱子在被移动。每一次我站在那儿，然后那个每个人的行李嘛都会放在上面，但是你不知道谁是谁的，然后每个人都在认领自己的行李，然后我就会想这些行李里面肯定有很多故事。他会把他觉得特别重要的东西，他会放在这个箱子里带走，会去到他下一个要去的点。那这些物、这些人，他从一个点去到另外一个点，他一定是有决定的产生。那这些决定是什么而带来了？他可能是上一个流动带来他的这一个的流动。人正是因为去到了一个环境，这个环境会驱动他的心理的变化。但因为他有想法，他有欲望，所以他会用他的欲望和想法和所求去建造他自己。同时建造他自己的时候，他也改变了他的周边。这个时候，他也创造了环境。那创造出来的环境可能又会给他下一个挑战。所以千禧里面也在探讨这个人在不断的追求自己的欲望的时候，他在如何面临迎接自己的下一个挑战。而我觉得千禧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在流动中呈现了生命的状态。因为千禧这个里面每一个动作其实都挺有风险性的。如果这些动作不是精密编排好，他们去即兴，他们一定会受伤。这些动作，我的每一件作品，其实我可能都会根据这一件作品和这个段落它所要的表达，会去重新去探索属于这个段落的身体语言是什么。所以当有一些你看到连锁反应产生的这种动作方式的时候，它就需要身体的骨骼位置，它放到一个精确的角度，它才能让舞者用最少的力把这一件事情完成。可能你到最后看上去它不是某一种表达，它已经是一种力量能量的产生了。所以全部动作确定下来的时候，就需要靠舞者反复的练习。因为每一次的接触这件物，接触那个人，他好像都是新的感觉。经常会有啊，就是比如说，最痛苦的是就是19年，其实我这件作品已经做完了，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就是我的2位舞者离开了，但我能理解，因为疫情来了，但是就觉得有点做不下去了，因为反反复复有好多位舞者已经离开了，而且每换一位舞者，其实就是要扒几层皮，太多的动作。然后这个每一段的动作都有不同的发力方式，这确实不是一位简单的舞者可以去做到的事情。首次创排到首演的那一天，我觉得我们所有的舞者可能在那一天都是
就是给了权利，在那个里面更多的是感觉到那个作品它应该有的停顿，它应该有的思想。但是在2年后再演这个作品的时候，我更敢了，我更敢在里面做一些无聊的事情，我更敢在里面多停一下，走路的时候可以感受到我的脚与地面的关系，我能感受到我的心态。对，这个是我觉得人带给作品的和作品带给人的。只要他语言是有输出出来了，他表达出来了，他的能量有传递到了，我觉得观众一定会和他们的生命的某一个部分进行链接的，不一定要强求，就是他们一定要把里面的每一个部分都理解得透透的，不需要的。对。我为什么一直在创作？就是我觉得它会让我看到我很脆弱的那个层面。我觉得还蛮多人可能是蛮难去接受的那个层面，因为大家都不断的去增强自己的能力，希望自己不要看到这个脆弱的层面。但是我就是通过这个创作，不断的看到自己脆弱的层面，对。